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在哪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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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索在哪儿呢？太累了。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电解质水。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通过开启异空间的裂缝来获取能源。然而，异空间中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凶猛生物，性情极其残暴，能轻易撕裂人类的身体。异怪通过裂缝入侵，人类世界陷入危机。异空间泄露的能量让一部分人类拥有了异能基因。异能觉醒的勇士们与异怪战斗，守住了无名谷这片最后的家园。人类历史开启了新纪元，即为 I1年。无名谷内有一所全封闭的异能修炼学校——异灵异学园，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将在毕业后投身对抗异怪，保卫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开始发功了！过喷呀，记住吗？大喷呀！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有动静！什么？有异怪！快！我已经用意念控制住他们了，你们快上！打他！哎，怎么有人打我？动手！我来开灯，大家别慌！闪光！哎呀，亮的！啊！是他！是你！是他！他居然是活的！哎，何主任！什么东西？何主任，你还活着？是你！你啊！怎么是你？啊！哎，他又怎么了？哎，他行了。不是他是人是鬼，他还是异怪？对呀，你不是死了吗？你不是前2天从楼上跳下来了吗？我什么？你们喊我什么主任？何主任。等一下，您看看您的这儿写着呢。他写着呢，调研主任嘛，何浩言。你们是学生是不是？对呀。我是你们的主任。怎么你失忆了吗？
我刚才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您不认识我们吗？我完全我甚至连我死了我都不知道，我还能认识你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查寝的时间了，你们几位同学怎么不在寝室里待着，还出来乱逛呢？你是谁呀？我是这里的纪律委员。你图啥呀？你们已经严重违反了这个学校的校规，这个礼堂是禁止进入的。那你怎么进来了？咱们学校的校规是8点半就要开始查寝啊。然后我刚才是在后山巡逻，碰到了我们的何主任，我一路跟随他来到了这边。何主任，我们不要跟这些坏学生说话了，我们现在去报告曾主任。你们就在这不要乱走动哈。走，我们去打小报告了，何主任。走，我们走这边。我们走这边，这里有个门怎么办？对，我一脚把它踹开。好，走了。哇，你等一下，我们帮你配合一点声效。这里有个门怎么办？看我的吧！这么长啊，要演。嘿，砰！这已经懵了。请走。哎呦，好多花瓣啊，好美的鸢尾花呀！这儿。敲个门。咚咚咚咚咚咚。喂，曾主任，我是纪律委员小蒲，这里有要事禀报哦。曾主任，快起来听小报告了。曾主任，怎么没有声音？不如踹开门听一下吧。好。哇！哇！第9季了，终于有不完整的尸体了，好刺激啊！哇！那现在，你就是这个学院唯一的主任了。阿卡班达，只有我一个了。哎，那等一下，现在这个学校里其他的学生在干嘛？其他学生都在寝室里面乖乖的睡觉。所以应该有嫌疑的就是刚才在礼堂里那5个。对，就他们。主任怎么了？主任，回去，回礼堂，把他控制住。 9季了，终于见到一个断臂的死者啊！各位同学们，虽然我记性不好，但是我眼神好。我已经看见了他。哦。因为8点40之后我俩就在一块儿了，所以我们俩就有这个不在场证明了。我们就是本期的侦探。 现在是I19年4月10日的晚上10点50，在101学园内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呢是学园的教导主任甄主任，被发现时死在自己的起居室内，死者的右小臂和大臂被分开，初步判定是失血过多而死亡。那么嫌疑人初步锁定在还在宿舍外活动的你们5个人当中。 我们去操场聊一聊吧，好吧？好，走。因为我们俩是刚刚从后山一路追逐来的。哇，这段子好，想看吗？怎么那个还行吧？就是。想看。那 VIP 付费内容，回头我们再给你们拍一段后山追逐的戏码，好不好？ 追了2个小时啊！追了2个小时，我们俩追了2个小时。我这年轻人有点意思，这年轻人有点意思。这年轻人刚才没有特别想看，你一说2小时。现在呢，就是我需要你们坦白的讲一讲，今天晚上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礼堂？当然，前面也要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希望通过你们的分享，我能唤醒一些我的记忆，好吗？因为我现在其实有2个谜团想解开。第一，真为什么死在那儿，胳膊还断了？第二，我是谁？他为什么追我？您是主任，然后前几天跳楼了，然后我们都以为你死了，他看到你就应该追你。我就应该这么坦然接受我的命运吗？我连一个问号都不能有吗？来吧，人如其名啊，有人头铁，有人嘴硬，我是头铁又嘴硬，但是再硬也硬不过我坚实的双臂。如果是我，就不可能像针那样啊自断一臂，因为我是铁臂。你怎么知道他是自断的？他说就背断一臂吧，背断一臂，背断一臂。他不是自断，你是自爆啊！投吧。接下来的2个小时，大家将看的没有破案的过程，将是我们的后山追逐戏。来呀！这个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呀，就一边跑。我们这是个异能学院嘛，我们都有异能，每个人都有异能。我的异能就是阿腾。你的异能就是胳膊特别铁。对，阿童木。那你没有办法过安检呀？你说你出差都走托运，对不对？直接把自个儿大件行李那包起来就走了啊。是指我的臂特别坚硬哦，并不是僵硬，僵硬，哎，真的非常厉害。你今天为什么会不乖乖在宿舍跑到那个礼堂干嘛？我们在举行一个仪式。游戏，一个游戏，叫 Big 蛋游戏。怎么老爆啊？别爆了！明白了，名为游戏，其实是个仪式，是个校园传说。哦，一个传说。啊，就跟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会那样对你有关系啊？对，你们刚刚打我了。因为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见。哦。Big 蛋游戏是一个惯例，还是你们来了这儿之后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我们是第一次，我们啊，对。然后这个游戏是你发起的吗？不是，你是被邀请来参加的。啊，对。下面到欧来，欧意念，来。有人用操作点亮一盏灯，哎，人们叫它爱迪生。我能用意念举起一盏灯，所以人们叫我欧意念，也不押韵啊。蒂尔。也不押韵啊，关键是。idea。哎，你应该是那种千里耳、艾蒂尔吧？就是你那挨地上，然后能听见好远的地方。爱迪生和艾迪尔并不押韵吗？啊，好，然后认真努力，守规守纪。我是老师的好助理。我是欧意念，我今年18岁，我是艺能学院的纪律委员。哦，你也是一个纪律委员。哎呦，对他露出了轻蔑的笑。我真的不知道纪律委员有什么可以争唯一的。那你的异能就是意念，举灯。哎呦，人能控制吗？可以。我刚才是不是说了，我把你们俩控制住了？啊？没有一点。对不起，我一点都没有感到被控制呀。我这个学期的那个进修又失败了吗？你很成功，你相信爱迪生、艾迪尔是押韵的。作为一个纪律委员，为什么大半夜的不在宿舍里面乖乖的待着，你居然跑出来参加这些破坏纪律的活动？问得好，所以我是被肯定了吗？你问得好，所以我一定是被动的。你是被动的，你是被胁迫来的。倒不是胁迫，反正不是我主动要，就是跟他们。不是你发起的。对，不是我发起。大感应来，你是押韵的吗？
我没有什么押韵，我也是会异能，我是异能警啊。然后那个异能警，我会的异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会隐身。那是假的。然后呢，别人没有任何用，但是我的真正的异能是这样的。我的异能呢，只要别人站在我的身后，然后我就能心灵感应他。比如说，我可以让何主任来跟我配合一下，好不好？您站在我的身后啊！现在你心里随便想一个数字，不要告诉我，大声的告诉他。是几？告诉他了，就是大声的告诉他。4，你看没有？猜到了。我只要不要告诉别人，我就能意念到别人的想法。你今年的学分为0。可以。你们这有点诈骗的嫌疑。咱们是个诈骗学院吗？反正我的意念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叫做大感应嘛，所有的人在我身后抽什么牌、想什么数字，我全知道。那你这个身份岂不是很容易知道谁干的？对，他是在我身后。所以我们就是今天要想办法，凶手的话，我们注意凶手有谁是不站他身后的。对。你现在站起来，敢的话大家往后走，站他身后。什么意思？大家要绕着你。你好，你是等位的吗？你刚才吓我一跳哦。你今天也来参加这个游戏了 ？Of course， 也不是你发起的这个游戏，不是。这么说吧，其实因为我们几个是哥们儿，我是跟着哥们儿玩，就哥们儿叫着一块玩，我就一块玩。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18年，生下来就在这儿一直练习，努力要做 A 班最强的折不疼。大家可以从我的名字听出来，我的这个异能折不疼。重点就是我比较能扛揍，谁打我都不疼。哦，你没有谈过恋爱吗？你没有心不会疼吗？哎呦，这个有时候他也不一定是异能，就是他能忍呗。还是你就是嘴硬而已。我不疼。他是 A 班的。A 班是成绩很好的。你们都不是 A 班的是吗？对，我 B 班嘛。你是 B 班，你是什么班呀？我是 B 班。我是 A 班。反正我们越努力，我们就一直往上升班，就是这样。所以现在目前成绩比较好的是O跟哲。因为我们每次都有测验，就是测验我们的这个异能有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才能升班这样。所以哲你是今天作为 A 班的尖子生，你也来参加了这个 B 班游戏对吗？这个 B 版游戏就是大家兄弟俩在一起玩一玩。是你发起的这个游戏吗？是我发起的。下面那个陈，坐如钟，站如松。这又是什么梗？皎皎无影啊，拳拳无踪。这叫押韵，明白吧？这个叫押韵。不好意思，这些我都不精通。你就不精通了哦。但是啊，这些都是我的目标啊！我就是立志成为这个学员最死壮的魏死壮。你的异能是一个心愿。我的异能等待我自己开发。你还没有异能啊？就是未死状嘛，就还没有死状呢。你是什么班呀？我在 D 班吧。在 D 班。你们想吧。就是因为他 D 的原因是因为最多只到 D。最差也只能是 D 了。那但是他们也带你玩，你也来参加这个 B 个胆游戏。对对对。最后一次见到甄主任什么时候？8点半他来查寝，我跟大。对，我们俩在一块儿。你俩一个宿舍。对，上下铺，我俩中间没个板。他来查寝，然后就见到他了。有交流吗？没有，就看了你们一眼。对，他就走了。后来有没有出去办私事儿？
那就是到那儿了吗？就是 Big 胆游戏就是我们的私事。几点去的 Big 胆游戏呢？21点。我们先8点55到体育馆集合。对，到了体育馆，我们每一个人是单独出发去的礼堂。这个是大家共有的时间线对吗？8点55在体育馆集合，然后9点钟游戏开始，大家陆陆续续去礼堂。对。No， 我就跟张我们是一块儿从宿舍出发去的体育馆。是啊，对吧？一块儿。已经说一块儿到体育馆了，体育馆之后，现在说的是体育馆单线出发的嘛，对吧？去礼堂。你再好好看看你的时间。你在我背后，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要老说，不用说出来，我早就猜到了，明白吗？这边的人我不知道，这边我非常清楚。我是8点45看到主任来查寝的。好，来大。但是一模一样的，也是8点半，跟他在一个宿舍。你就没有别的任何私事了？没有，完全没有。我是跟魏同一个宿舍的啊，我们俩是一起见到甄主任，在8点35左右，他来查寝，他就是看我们在不在，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啊。我们是2个人一起去的体育馆，然后在门口碰到了欧还有大跟张。现在来看呢，甄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8点45，出现在欧的宿舍。最后我们是在10点50的时候发现他胳膊断了，失血过多死在了他的宿舍里面啊。来搜证吧，今天我们分2轮搜，第1轮是我、普、欧和魏，第2轮是张、哲和大。好吧，大家加油，加油，好。第1轮现场搜证，7名玩家分为2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来，滑手机啊！来，我们来拿我们的探案神器。外星人电解质水探案神器规则。外星人电解质，请各位念出外星密语，点亮充电站，抽取有RY舞动 buff 的外星充电机，赢得奖励吧。外星密语是乐乐充电店，来评外星人。在哪里？随便拿一台，好。那我来，我觉得要这个落单的。落单的为什么？在哪里啊？他怎么看？亮了。没有，他如果是的话，他就会是一瓶那个外星人电解质。就是这个，哎，你的不是啊？没有，我们都没有。那我就这个，中间可以，中间就是您的。这一拉开，有可能一滑，它有一个有点舞蹈，而且奖励一个新手机。然后等会儿，真的假的？假的呀！哎，来了啊！就这个，就是这个外星人电解质，外星人电解质。90秒啊，他给咱们多放90秒。来，让我们去收证吧。收证吧。大感应真棒。哎，你感应到了吗？哇塞，我就知道有人在背后里夸我。搜证。这个校规一看就有问题。无条件相信老师说的话。5点到10点会有花瓣雨。来吧，搜起来吧。我先去现场。花瓣雨后留下的脚印，有个43码的人走进去了。这是多大的呢？这2串也是个43码的脚。来吧。嚯，这还真是挺吓人的。有别的伤吗？就失血过多死的啊。这是他这双鞋吗？哦，
这是43，这是他的脚印吧？那这就是他自己走进来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如果只有他自己的脚印的话，那他是怎么弄的呢？我要去拍拍大家的鞋，欧的鞋长什么样子？欧，你穿43的鞋真的赢了，我们报告老师，我们所有的鞋子都是均码的，是吧？对。南请101。这鞋脚印不对呀，他怎么做到的呢？男生许称是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对吧？201。我跟折不痛住。好，我就要看这里。那我就去张铁壁、大感应他俩的寝室吧。兄弟，他背后有个坑，他不会就是何主任吧摔下去头摔了坑，他就是何主任的真身啊。何主任为什么？他不是摔下去的吗？从楼上，这是他的真身，他头摔一坑，所以他失忆了。大感应，哇，这里这么多玩意儿啊！儿子，生日快乐！不要相信。还有啥呢？不要相信。哎呦！我错了，我好后悔，一定要吃饼干啊！我错了，我好后悔。张铁壁，绝对不要吃。一定要吃饼干，绝对不要吃。公共厕所啊，同学们已经把这儿当成留言板了。哎，饼干里有什么？千万不要吞！我就说嘛，有问题，这个学校也有古怪。哎，大胆游戏，召唤异怪啊！毕业是谎言。礼堂的传说是真的哦！学校礼堂的传说到底是什么啊？洗手台，真该死！哇，那证明学校里面有人是对主任有怨言的。再苦再累都不怕，运动暴汗或中高强度训练，外星人电解质水都能够帮我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真是我最好的运动搭子。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完成任务后要喝掉1瓶外星人，等喝完所有，我一定能够靠超强的运动力升到 A 班，成为超级英雄。让我来帮你实现愿望吧。那我去欧的空间啊，我们的纪律委员。帕斯沃德之书，人称、名称、方位词。
他在11年之前都是 D 班的同学，然后11年的时候升到了 A 班。我搜胃丝状和折不痛的房间。是干什么的？哎，那个谁，喂，这是你的吗？这是干嘛的？这谁桌子下面的呀？折不痛的桌子。哇，这是个干嘛用的？这就是他砍断那个谁手臂的铲子。得了吧，那上面全是沙子，砍了个杀人吗？三小队土拨鼠计划啊，土拨鼠计划。喂，你睡下铺是吧？我写着呢，好像。哦，这写了个魏思壮，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这谁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啊？啊？哦，这个长得很像何主任啊。这还有什么迟疑的呢？哎呦，哎。哇，送死，谎言，魏思壮，你这写的什么东西啊？这都。我们可以先去甄主任的办公室看看。何是不是在这儿啊？时尚最时尚！恭喜你的动感地带芒果卡，盲盒中抽到时尚小包一个，1月6日。哦，何主任是动感地带芒果卡的忠实用户啊！派甄主任于2019年1月1日赴无名谷唯一学校101学院就职，担任终身制教导主任。鉴于其贡献巨大，给予家庭每个成员赠送一张动感地带芒果卡以表嘉奖。获得动感地带芒果卡的家人可免费抽取超级盲盒，并有机会获得惊喜好礼，还能免费设置专属视频彩铃，让家人朋友接收这泼天的惊喜祝福哦！哇哦！我知道这个动感地带芒果卡里面包含了双平台视频会员，可以在芒果 TV 和咪咕视频上免流观看无广告高清大片。哎，确实不错。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来，咱们开始翻啊。哟，这个笔记本。哇塞，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个这字儿，你能看明白吗？何什么？何主任，最近在同学中兴起了一股逃出学院打异怪的风潮，甚至还有人想在校内召唤异怪。有人校内召唤，我发现背后的始作俑者是甄主任，他煽动学生们破坏校规，希望您能够尽快制止。这个是啥呀？密码没有，打不开的。试一下。你能生破解呀？试一下。你还是在社会上没吃过亏啊，你自己就是啊，这得试好久的。开了。开了。真能过！哇，多少？是那个甄主任的生日。甄主任生日你怎么知道？我是甄主任的学生好朋友啊。这个人平时跟我们玩，还带着我们干那些。我跟你说，你就是甄主任的喽啰碎催，对不对？我很信任甄主任。你很信任，我们不信任你。崇敬他。这是什么呀？3月25号这么拷打，还是什么都不说，看来是真失忆了。哦，这还有。上午把它敲晕之后，避免晚上被发现。这是今天的。他把谁敲晕啊？你的时间只剩最后1分钟。这样的哦，何主任今天深夜围墙边有行动，这是死状。哦，你们都有自己联系好的老师，为死状，咱俩没有。对，咱俩没有，咱俩我们是好学生。我们看看还有吗？怎么是这么一个码？这也没有屏幕啊。
封条。哦，真哥，兄弟豁出命给你搞到了你要的东西，接触多了会要命的。这是谁啊？张。倒计时开始。怪的鸢尾花。10、9、8、7、6、急速冷冻活体生物4，还有一个这个，人麻了。1，搜证时间到，请玩家离开现场。好吧，我们走了。获得外星充电机的玩家，可继续搜证99秒。这是什么地儿？时间到，请离开现场。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搜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咱俩输呗。说，今天是老师跟5个学生之间的关系。I19年4月10号，然后他们俩是 A 班的，这 B 班的，这 D 班的，然后他们俩还是室友，上下铺的关系。他俩是一起来的，然后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胆的游戏，其实是一个仪式。对，我们这里还要有一个地理上的东西要跟大家讲讲。这个是礼堂，这个是教师宿舍，然后这个路程是2分钟，返回也是。把他们都叫上来吧，请接受审判。这个学校非常的漂亮，充满了这种马卡龙的色彩，但是没有任何的幸福感。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些异能的。那么你们呢？今天是8点55，约在体育馆集合，9点钟去礼堂完成一些仪式。待会儿会弄清楚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现在来分享自己搜到的证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回家的欧，欢迎欧。好像有一点点虚幻。我搜的是魏思壮和哲不痛的房间哈，他们俩上下铺的兄弟。然后先说一下魏的这个部分啊，我们现在知道他是目前唯一一个说自己没有异能还在修炼的一个人。所以呢，在垃圾桶里面看到一张他撕碎了的成绩单。哎呦，这是什么东西？真的，我们学校里面其实有一个那个异能测试的地方，然后每个季度单独测验的内容还禁止互相讨论。对，魏的这个成绩，异能展示是5，绘图是合格，然后综合成绩是 D。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平稳的在 D 班。那我能去哪儿呢？那他很好啊，就是一直很稳定，没有下降的空间，特别好，保持自我。而且他现在还在不停的找方向。接下来这样证据就是3张他写的便签，第一张是要像欧意念一样。来了呀！哎呦喂，升到 A 班啊，成为超级英雄啊，所以偶像本人在此。因为欧意念他不是说一步一步上去的，我是跳级，从 D 班直接去 A 班了，瞬间。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是能像他这样就棒了。没有其他的情感的，就只是。你这问的太早了。哎呦喂，可以，这位少年非常好，刚来就磕呀。你知道的太多了。你是看过别的故事吧？专追你们这条线的，对不对？糖都会回来的。然后呢，第2章他写的是加倍训练，第3章是创造极限危险时刻，参加 Big 胆游戏。啊。就他给自己创造一些刺激，可能让他自己异能觉醒一下。哎，那 Big 胆你也试过了？没有啊，这不是被你们打断了吗？
对，我们的游戏还没有开始。你们要不来，我说不定就已经激发了。所以他们两个阻拦了你飞升。哦，他的技能是怪别人，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这是你的技能。自个儿没有成长，说都是因为你们。我本来自个儿挺好的，甩锅。对，甩锅好，不会做饭，但甩锅甩得好。然后在他的床上呢，找到一个很可爱的小泥人儿，上面写着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这个装扮是谁？你们看出来了吗？何主任，这是我吗？是你啊。这个事儿是我们后来发现是确实，他跟你关系非常的紧密。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任叫何好言嘛，就是他对我们所有的同学都非常严厉。我不是一直发愁于我没有办法激发自己的异能嘛，但是何主任他就非常的支持我，他说你不要着急，有可能你的这个异能啊，它就是一个特别厉害，需要你花很长时间去积累啊，只要你能够继续坚持，继续努力。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吧，亦师亦友。然后在一个很奇葩的角度里面，我要躺在他的床上才能看见的一个东西，就等于他的床板底下，我的背后，对，写了送死、谎言、送死、谎言，全是这种。什么意思？这个应该不是针对我的吧？是这样，4月5号，我上天台训练的时候，突然听到何好言在说，他说你不能引导学生们去干危险的事情，他们出去肯定就是送死。我已经有证据了，我回头会展示给他们的。然后我就说他在跟谁说啊，在说什么意思呀？我再往前看的时候，发现甄主任把何好言给推下楼去了。甄主任把你给推下去了。那这个眼镜腿上还有何的刻字，所以这个眼镜是何主任的眼镜。这眼镜是我发现的。你在哪发现的呢？天台上。甄走远之后，我就过去看，发现地上有何好言的眼镜摔在地上，摔碎了已经。然后我再往下看，他确实已经摔死了。然后你就把他眼镜捡回来了。我捡回来了。所以你为了报复他，哦，因为我对你来说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所以你就把甄杀了，对吧？动机盘出来了。对了，投案，投票吧。别生气嘛，每个人肯定都有这个理由嘛。但是甄主任在我们学校的风评也不错，他是不错的。他是跟学生打成一片，很幽默的。你是比较严厉的，所以当他把你推下去的时候，我还一直在想，我说甄老师他推你肯定有他的原因，就这么好原谅吗？那肯定是何老师的问题。应不载人品。他平时跟你们玩成一片，他就可以推我吗？这是什么问题？但是晚上学校就出通告了，说何好言老师是因为教学压力过大自杀身亡。对，我们收到的公共通告。他说的那个谎言就是指这个。也有别的，还有别的谎言。好吧，那以上就是魏这边的发现了。然后接下来要说这个折不痛，在他的枕头下面有一个护卫队的这个勋章。然后我们知道护卫队是我们这个学校学生毕业之后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护卫队。哦，而且得升到 A 班才能去，可以出去打怪。他是去外面的世界，学校里边相当于一个安全区。这个是谁给你的？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勋章？这个是那个甄主任给我的。甄主任
给了你这个徽章。对，因为甄主任跟我说他之前在护卫队待过嘛。甄在护卫队待过。对，就是甄主任关系跟我比较好，他也一直像何主任鼓励他一样鼓励我，说我一定可以尽早毕业当护卫队。我是觉得甄老师是一个能鼓励我、给我力量，在你心目中是个很好的老师。对。然后背面写着加油，像你哥哥一样勇敢。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哥哥，他是大我2岁，他叫折滚烫。关于我哥，我们的欧也是比较熟的。对，因为我跟他哥哥是好朋友。哎，哥哥的能力是，他的超能力就是他可以让周围一切触碰到他的东西沸腾。那他就是个厨子嘛，不就是？他就是能做饭嘛，对，戳上地儿。不对，他是个炉子。对，他是个炉子。我哥是在去年9月10号，他突然跟我说，他要让我自己好好待着，他想出去看一看。他走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欧不是跟他关系好吗？所以我就去问了欧，欧说我哥哥他毕业了，去护卫队了。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追随我哥哥的步伐，当护卫队去打怪，保护我们这个无名谷。护卫队其实平时你们是见不到的，对不对？对。在一个1月份的台历上面，写了3小队土拨鼠计划。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这个是土拨鼠挖嘛，你看对吧？就是。没错，他就是去干土拨鼠了。这是一个铲子，然后上面有很多的沙土。就是少挖呀。挖什么去了？挖啥呀？挖啥去了？挖。我们仨就是那个3小队。那我就把这个计划详细的告诉大家。可以。因为也没有什么，挺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啊。挺多人就是你们仨的。对。挺多人，3人就不少了啊。甄主任是19年的1月1号来我们学校的，然后1月5号的时候，我的好兄弟大，对吧，跟我们说还是得出去看一看，因为我是因为哥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俩。因为我这个人就比较上进嘛，上进又聪明嘛。啊，你们老夸自个儿这个人太想进步了。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一个计划，或许我们可以挖一个地道，从那个学校下面给钻出去。你就用这小铲子挖了猴年马月能挖出去啊？毕竟我们这儿有一个铁壁呢。我算是这个小队的队长吧。路线也是他制定的？不是，是我当时制定完这个计划之后，然后我把学校的地图给了张来帮我们制定这个路线啊。然后呢，我也写了一个那个详细的排班计划。在15、16、17、18往后都有一些字母。15号的时候写了一个 ZD，16号呢写了一个 ZZ， 又把这个 Z 划掉了，改成 D。张大、张哲。然后第2天把地划掉了，又变成了张铁壁和折不疼。对，就是这意思。我是因为作为队长，我每天都在挖。然后大呢是让我比较惊喜的，因为我觉得他特别够哥们儿。那是。他第1天的时候是他嘛，第2天按理来说应该是张来了，但第2天张没来，大又来了。然后我就很惊讶，哎，大你怎么又来了？挺够意思的。然后那个大当时就说时间有限，赶紧开挖。啊，你认错人了吧？这话是你跟我说的呀？啊？咱俩是一个人。我听过你跟我说这话呀。你怎么又来了？我没当回事，我说时间有限，开挖。这话咱俩的对话呀。大他跟你说过吗？我不知道。你确认你是对大说的？我确实是跟大说的。跟我说的。不但是他可以证明，而且日历上那个把 Z 划掉换成 D， 就说明确实是张没来，大来了。但是他认为的大来了，但是你都是轮着去的，我们都是轮着去的。但是中间16号这一天，他把我认成大了。哎，他跟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很奇怪，但我没当回事。我说时间有限，跟你妈吧。我们俩就是轮着的，1人1天。
我觉得你为什么会认错人，这个特别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觉得 B 班也就这样，反正。真的。你别说 B 班也是 ，A 班也不太行。那后面就没有了，31号就没有人挖了。挖通了。挖通了。挖通了，您猜怎么着？我们挖到了真的办公室。真的家说，哎，来了哈，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呀，感觉有亮光了是吧？然后我们说一铲子说打开了，一看是真老师的，真的说来了。他看到你们了吗？看到了呀，我们还聊了会儿。但是他的态度很不一样，他好像就是料到我们会干这个事儿。他还跟我们说，没事儿没事儿啊，年轻人想看看外边是好的，下次别挖错了，别挖这儿来了啊，这儿不行挖错了，下回别这么挖别地儿去。很支持我们这样干。对，那个洞现在还在吗？现在被他封了，挖到的那天就被他封住了嘛，当着我们3个人的面。那你们是挖错了，还是故意挖的？但反正挖的这个路线是张定的。下面来喂，该我说了是吧？好，我去了101的宿舍，男生宿舍，发现了很多秘密。哦，我感觉他们俩秘密挺多的。真是的。这位同学没有必要，就是说那个，对，踩我们干嘛？还没说话呢，开始踩我们。大还有个兄弟，还是你有一个兄弟？这你的。你不认识他吗？你不认识奥特曼？哎呦喂，哎呦喂，我D班的，你知道吗？就什么都没见过，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哎呦喂，你长点本事吧，你是奥特兄弟啊！不是，那为什么脑壳后面扁了呢？我们俩认识就是因为这一颗，就是咸蛋超人的脑袋。啊，我是一个转校生，我18岁才来这个学校的。经过第1轮这个艺能测试，然后就把我分到了 B 班。B 班上唯一一位同学当时准备了一个小恶作剧，想整我一下，他就在那个门上面放了一个铅球，准备我一推门，当就砸我脑袋上。但是没有想到，哎，我预判了他的预判，我一拳叭就把铅球打飞了。啊！然后呢，这个 B 班的同学就能屈能伸，突然过来跟我伸手，你给他跪下，说一日大哥，终身大哥，就是瞬间拜你为哥。然后我们不是不打不相识，我就觉得这位同学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开始聊天啊。然后我说这叫咸蛋超人啊，然后咸蛋超人的歌怎么唱？他不知道咸蛋超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班里的这位同学，他不仅告诉我这是咸蛋超人，还老天天教我唱歌。啊，就他们是你兄弟感情的见证。对，嗯。B 班也就反正就是这样。一直看。你这样对自个身体不好，你知道吗？然后还看到了他的分班通知。分班通知，大感应同学从 C 班学员正式调为 B 班学员。但是呢，他在后面写着：“妈妈，我做到了。”画了一个他妈妈哭的样子。你妈妈是开心的哭了，还是难过的哭了？咱们就是说，孩子升班了，妈妈还会怎么哭呢？肯定是因为开心的哭了呀。说你怎么那么努力才升到 B 班？你一个 D 班的跟我聊这个干嘛？哎，你说你这种人怎么回事？这 D 班的说你这德行，什么上 B 班？你能不能看看人家，看看我左边右边的？我看谁？我看看你吧，我都看不着你，你班里就你一个人。KO。哇！因为我们是寄宿学校嘛，不能回家。所以他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呢，他妈妈会给他生日礼物。对，所有的生日礼物上都有，不要相信。不要相信。3月底的时候，我实在太想我妈了，然后我就在整理我妈妈
给我的那些生日礼物啊，然后我不小心把一个那个小汽车摔了，摔到地下了，后边盖儿一打开，我发现了一个纸条，那个纸条上面写了4个字儿：不要相信，不要相信，不要相信。然后我才发现，我妈妈给我的所有的这些礼物里头，后边其实都藏着纸条。那这礼物是妈妈交给你的吗？对呀，因为每季她都会过来嘛。哦，所以不要相信这个4个字儿一定是我妈妈亲笔写的嘛，因为它藏在里头。为什么让他不要相信？我还发现一个疑点，他妈妈有问题。你怎么血口喷妈？我跟你说，你一上来就先说我妈有问题，你这个人真的教育水平是有点低啊。我给你念念，你自己判断判断啊。亲爱的大感应，妈妈最近工作需要出差一段时间，你要好好的听老师的话，不要挂念我。等我忙完了就来看你。爱你的妈妈，大格局。爱19年的1月1号，妈妈写的一段信。对呀，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然后，爱19年的4月1号，妈妈又写了一模一样的信，这2封信一模一样。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妈妈的这个笔记呀，发生了变化。啊！他妈妈写口的时候是一个圈儿，他这个口就是正常的口，可是妈妈给的礼物口都是圈儿。对对对。这2封信是妈妈交给你的吗？我妈妈不是不来了，是真给我妈妈那个信。就说1月1号之后，他妈妈就跟他失联了，是不是？对。那你没发现你妈妈的那个口写的不对了吗？我前面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来我到3月底的时候，我才发现这2封信字迹不是一样的。哦。所以我就觉得真是有问题的。那你没背对着他，感应一下。一进去办公室背对着，背对着他，真给了我一脚，说你出去吧，这给我踹走了。在他的床板，就是把那个被子掀开，它上面写着“一定要吃饼干”，我错了，我好后悔，一直在写，就是写他。所以你没吃饼干？对。啊？我们不是都要吃吗？那个饼干？对啊，必须要吃啊。3月底的时候，在厕所，我不小心摔了一跟头。摔了一跟头时，我发现厕所的下边写了一句话，这上面写的是“饼干千万不要吃下去”。啊，不要吃。是这张吗？对。所以他从3月底开始，他的那个营养饼干每一餐都会给我吃。所以是因为这个，这学校学的是什么？都是学甩锅的吗？你们都甩这么好，我还特别感激他。哎，等会儿啊，这事儿是这样的，咱们看调监控好吗？恼羞成怒。最开始不是说这什么不能吃，我当时就不吃了。后来学校老师发现了，说你不吃不行，你得去自闭室。对，不吃饼干会挨罚。对，然后呢，我不就从自闭室里出来了吗？我刚琢磨这事儿怎么办呢？哲主动找来，然后他说他就想吃，他可以帮我吃。然后我说既然要帮我吃，那你就多吃嘛，好吃你多吃点。是你主动过来说你要吃我饼干的，因为饼干是好东西啊，我以为。我想问一下你，后来不吃饼干之后，你有什么变化？哦，这事儿可就狠了。不吃饼干之后，我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说假的，我分不清楚了，已经出现幻觉了。啊？这个幻觉具体是，我看见了很多可怕的东西。我看见了那个很多长相非常恐怖的怪兽。什么啊？它是异怪啊？不是，他们身上有巨大的瘤，然后满身都是溃疡。溃疡？啊，好恶心哎！
幻觉吗？是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幻觉，但是我亲眼看见东西，我怎么能是幻觉呢？我只能跟我自个儿说是幻觉，因为它太恐怖了。那你后来再吃了吗？就一直没吃啊？肯定得吃啊，因为这现实太残酷了，架不住咱们哥们儿怂啊。这饼干还是吃饼干。对，就那几天看见我就吓得我赶紧回去接着吃了。我就在野上看见过怪兽。那我想问一下哲，你吃过一段时间双份的饼干，对不对？对，那段时间你有什么变化呢？我感觉很有劲儿啊，很爽啊，每天身体里的能量在就是慢慢的增加什么的。就是能量倍增。对，过了1个月测试的时候，我直接从 C 班升到了 A 班。哦，就说还能补脑，好吓人啊！所以到底这个饼干是，我以为吃了饼干会发现对有怪兽，但没有想到是不吃饼干会有怪兽。但我不太相信那些异怪是真实的世界啊，因为如果那个饼干确实有问题的话，它也有可能是一种就是戒断之后的反应。大感应的就这些了，剩下的就是这个张铁臂的，他跟和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节呢。哎呦妈！哦，他在他的那个校服衬衣上写着，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扯。姓何的惹到我，你算是踢到铁板了。你语气不对，踢到铁板啦！踢到铁板啦！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校规很无语啊！什么营养餐必须食用？然后什么异怪是我们的敌人，学校才安全的。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无条件相信老师说的话。我就是质疑这每一条校规啊！我觉得这不是洗脑吗？在我看来，这个校规跟我的整个认知是完全不符的。但是这个不是何主任说的，这是校规啊！你为什么只恨何主任呢？我也没有针对何主任，但就是说何主任严格的执行，在我看来极其离谱的一个校规。啊，懂了。就是我基本上属于一个唯物主义战士，然后我就觉得你们怎么都这么信这些东西，什么异怪，什么一定要听老师的话，什么这个就是世界不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制定了一个挖地道的路线，他们要从职工大楼一直挖出围墙，但是他们画了一个这个红的，画到教职工大楼了。我故意的。你为什么要挖到老师楼里面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有真相。啊，结果呢？结果真相。谁想 say hello？ 这个教主，你好。挖到我这，你算是挖歪啦。然后呢，我发现张铁臂他也没有吃饼干，绝对不要吃，工工整整的摆在盒里。哇！给我吃啊！所以你看见个什么？以我质疑一切的态度，我觉得既然强制要求我们吃这个饼干，那这饼干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然后我后来在3月份的时候，我就找到了放这个饼干的物资间。我当时在物资间，我看到了真在给这些饼干做手脚。天！我看见他拿一个东西在往饼干上喷，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上面是有一个小骷髅头的。这个就更像毒了嘛？这。甄主任纯手工给他们下毒啊！
我不知道他做的什么手脚，但是我最起码知道这个饼干我今后是绝对不能再吃了。然后为了保证我不吃饼干不会被学校大家发现，我从仓库里边偷了一批他没处理过的饼干出来，所以每天大家吃饼干的时候，我是掉包的。这些是换下来的毒饼干。哦。咱就问一句，咱们是兄弟，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些干净饼干？就是说，你帮我也换点啊，是不是？就是我听半天，心里很生气啊。兄弟就一直没给我换过，你再告诉我，其实给我换了一些好饼干，我得多感动。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写了一个警示，在那个厕所。所以他是看到了你。他摔倒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他写的警示啊。对，我想告诉大家所有人，那个饼干不能吃。但我在写那个字儿的时候呢，我不太确定真在给那个做什么，所以你看那个不要吃的那个上面划了好多。对，其实你仔细看，有一个被划到毒，有，然后又写了坏东西，但是我就觉得怎么形容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最好笑的是后面我大概率可以判断是哲留的言，不吃给我吃。迷恋饼干的哲，只要他能让我上进进步，老想进步啊，只要能进步什么都行。那这后面是不是跟这饼干也有关系啊？找到了一张字条，字条上面写的是：真哥，兄弟豁出命给你搞到你要的东西，接触多了会要你的命，你可得小心点。这是在哪里找到的？我意识到这饼干肯定有问题嘛，然后我就接着去查这个事儿嘛。你看那个纸条是在4月3号，就是前几天，我偷溜进了他的宿舍，然后我就在他教职工宿舍找到了那天我偷偷看着他在给饼干上面喷的那个东西，它下边有一个字条，我就赶紧给揣到兜里边，我就给带走了。哦，那他对真的态度就是你发现真给我们下毒。下面我们请张。好。其实我们今天干了一个特别违纪的事情。欧是我们的纪律委员嘛，但是他欣然加入了我们，所以我对他很好奇，我去他的空间啊。先找到了欧历年的考试成绩单，他在11年之前都是 D 班的同学，然后11年的时候升到了 A 班，然后我就发现了他的一个同学录。这里有一段这个东西，好像只有大感应才能认识这段。对，你又感应到了是吧？我已经感应到了。来，外星人电解质水是什么充电珍宝啊？学校里流传着一首外星歌谣，是这样：外星人电解质啊，然后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运动暴汗后，我最爱的是外星人电解质水。在桌面上有专属的位置，喝到能通电的位置，柜门就能打开了。行，好，喝到这位置了。好，开了，行嘞。还有一个同学录，11年写下同学录，那是折滚烫。他是这样写的啊：希望我们能一起毕业，去外面打倒异怪。14年的李小涵同学，等你毕业，我们再相见，我会回来找你的。然后16年马小姿打败第一个异怪之后就回来找你分享好消息。17年这个熊睡睡同学毕业后那么长时间不能喝外星人电解质水的折磨，又谁受得了？慢慢来，我毕业后还会来找你的。然后这个学校的规则说是只有 A 班里面最优秀的那个学生能毕业，对吧？对。所以他其实在 A 班已经待了8年了。A 班一直有他的同学毕业了，而他一直没有当成最优秀的那个，所以这8年他一直在跟他班上的同学告别。但是他有好几个告别同学都跟他留下了一个说毕业后我们回来再找你的。但是同学录最后一页是他自己写的，说外面的世界到底什么样？为什么你们都没回来？我在10岁的时候
很惊喜的发现我异能觉醒了嘛，所以后来我升到 A 班了。我在 A 班之后，发现有很多特别厉害的人，包括折滚烫。然后经过滚烫的这个介绍，认识了几个朋友，然后我们就结成了一个异能小组。就没想到1年、2年、3年过去了以后，我明明很努力，考试的成绩都很好，但是为什么一直是我毕不了业？我就很奇怪觉得。然后呢，我毕业出去之后的同学都说要回来看我，为什么都没回来？所以我才觉得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这一群人就经常就结盟翻墙啊，或者找任何的机会想要出去啊，然后我们就被抓禁闭了。然后他哥哥刚毕业了之后，弟弟2次翻墙都被你抓了。18年的9月20号和9月25号，折不痛试图翻墙，违反校规，需接受处罚。其实是这样的，我跟他哥哥关系特别好，他哥毕业之后就跟我说，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我的弟弟。然后我不是成为了这个纪律委员吗？所以我每次都会盯他盯得比较紧。他犯了事儿之后呢，我会给他写罚单，就是告诉他你记住你犯错，但是呢我会把他收起来，就是不会往上交给老师。免于禁闭了。对对对，我会保护他。确实是2次都没关禁闭。命真好，还有姐姐帮你护着，牛哎！之前一直想要出去嘛，为什么现在是弟弟要出去？你想要制止弟弟？然后还有一本帕斯沃德之书，它里边就是不同的代号、人称、名称，然后方位词，把每一个我们常用的主谓宾都写了一个编码，等于他自创了一个密码系统，然后用这些特殊符号可以做一些基础的信息交换。这就是我们结盟的这几个人，为了不被老师发现，自己自创的一套密码，然后在我们几个人之间流通。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方式来约定好什么时候去哪里行动。对，是的，是的。欧的房间就没了。他的痛点一个是一直毕不了业，另外一个就是那些同学们到底去哪了？对。因为每个人都强调了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但就是没回来。但是并没有跟真引起过任何冲突。还没有。然后我不是拿到那个手机吗？我能多搜一会儿，然后发现了学校里边一个很惊悚的空间。是我们之前都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就是像一个大的冰柜，像停尸房一样。这是什么地儿？我从那儿出来的。你从那儿出来的？啊？那是你醒来的地方。对。你当时是在那个柜子里面醒来吧？不是，我在柜子外面。在柜子外面醒来。对。那跟你说一个惊悚的，你醒来的时候，那柜子里面可能躺了个人。这个人没有脸。他的右臂上写着一个 Iris。这个人脑袋后面大量血迹。而且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就完全消去了五官。2种脑洞，一种就是说他确实原来他是有五官的，他被某种方式消去了五官，这种就是唯物的一个想法。另外的推测就是，也许我们受了什么药物的影响，我多少也吃过那个饼干嘛。我们对人的一个身份认定，
并不是一个就是客观世界的一个决定。不吃饼干之后，我看见了那个很多长相非常恐怖的怪兽。我亲眼看见东西，我怎么能是幻觉呢？不是说我看到陈就是陈，我看到哲就是哲，是我的心理暗示告诉我他是哲，所以不管他是谁，我都说哎哲。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一个无面的人，就是说明我们的内心心理暗示，并不能识别这个人的身份，所以我看不到他的脸。就是他是在我的主观中无面的，有可能。就是这样，哲为什么会把我认成大，就是因为当时他的内心就认为这是大，所以他看到我，他也认为看到是大。大当时就说时间有限，赶紧开挖。啊，你认错人了吧？这话是你跟我说的呀？啊？你确认你是对大说的？我确实是跟大说，但是是他认为的大来了，而且我觉得你为什么会认错人，这个特别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知道了，校规里有规定不能换衣服，一定不能换衣服。你那天是不是穿了他的校服？因为你们俩是一个宿舍的，非常有可能。哦，所以说我们的衣服代表我们的脸。哇，鸡皮疙瘩起来了。我觉得哲分析的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而且还有一点，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身份牌？这么大，它非常有可能里面是有软件或者有任何的芯片，有可能有某种识别装置。对，我觉得这个名牌很重要，就大家不能穿错。而你跟他同一宿舍，非常有可能那一天就是你不小心拿了他的衣服穿了，穿错了。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他的是无面的，是因为他没穿校服。对，现场发现了一套校服。是一个学生校服，一会儿我们给他穿上去，没准他就有脸了。对，我们穿上之后，那个校服是我的。我醒来的时候非常的冷，而且头好晕，后面有个大肿块，脑袋后面。然后我的手是被捆住的，那里面还有个草绳，你看见吗？有两绳。我奋力的把它解开之后，因为又冷，然后衣服又全是脏的，我就在那个空间里看到一套洗干净的，上面写了已清洗的衣服，我就换下来了。然后在那个地方，我好不容易想办法踹开了那个门，好，出来是8点40。出来之后，我跑到山坡上就被一个男生追，他就开始追我。你为啥要追他？因为认出他的脸了呀。这里面装的是你现在这身合的衣服，对吧？对，你穿这身衣服，所以我们把你都看成合了，但你并不是合，你应该是这套脏衣服的原本的主人。那衣服上面有身份吗？衣服上面没有看到哎。那你是谁啊？怎么什么的记忆都没有？我就记不得了。而且还有一点，各位请注意，我没有戴眼镜儿，我眼睛特别好。可爱又迷人的反派何主任，真走远之后，我就过去看，发现地上有何浩言的眼镜儿。如果所有的识别都在于说这个衣服和身份来认定谁是谁的话，那可能大概率这是我们过去认识的那个摔死的那个何浩言嘛？对，逻辑上来讲，因为衣服在那儿，应该是他脑袋后面大量的血迹是他被针摔下去之后头撞在地上死的嘛？对，
就是因为他没穿他的衣服，所以我们认不出来他是谁。对，是有可能的。这个脸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是要待考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变成了这个人，而且我是完全失忆的。之前为什么这个学生会被攻击，而且会被捆起来放在学校里这个密闭的空间，而且里面有个冰柜，它是完完全全标准的藏尸的地方，一点都不是说凑合一下，不是应急处理的。对。接着哲来分享。行，我来。我刚去搜的是那个真的办公室嘛，我对他比较好奇。然后我刚开始先搜到几个大的母亲寄给那个真的信。哇，这儿还有风气。抗议，抗议，抗议！然后什么狗屁学院，你们这儿就是监狱。然后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全都是跟甄主任抗议的，就是大的妈妈她应该发现了这个学校有问题，但是我妈妈是个直母，她发现了这个有问题之后就只是在抗议啊，没想过用别的方式，就说你还给我，你知道吗？后面就还在那个甄主任那儿找到了工作指南。父母篇，然后他还有一个注意，我们父母每次过来的时候，需监听父母与孩子的对话。如果发现父母向孩子传递了与学校教授内容相悖的信息，需立刻上报。他这工作指南上面就是写的有2种情况，一种是针对没有见过父母的，告诉他你是孤儿；另外一种，如遇父母去世，与父母情感深厚的，需要循序渐进，先告知父母出差，一段时间过后再告知父母不幸车祸去世，然后期间需要伪造父母的信件联系。亲爱的大感应，妈妈最近工作需要出差一段时间。19年的4月1号，妈妈又写了一模一样的信，她妈妈的笔记呀发生了变化。所以刚刚像，就是那个大，他那些都是学校伪造的。我这儿还有一个从真那儿看的，这个我挺想问一下的，它是今天的自闭史的记录。他说4月10号。从3点半到4点半关了一个人，从4点到5点关了另一个人，就是说这2个人同时在禁闭室里面待了半个小时。对，这2位是谁？他后面写了2个名字，一个是 Z， 张，没有被关。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 D 大，我没有被关呀，今天。那就是 O， 用炸的呀，用炸的呀，那是，哦不能。这儿还有一个任职书，是咱们这个101学院发给甄主任的。派甄主任于19年1月1号赴无名谷唯一学校101学院就职，担任终身制教导主任。委派他来的是鸢尾花计划委员会。然后他奇怪的点就是他在这个终身制上面打了一个叉。所以他也不想做主任吗？至少他不想做这个终身制。我觉得真来这个学校其实确实是有一些改变，
你要是在以前何主任的那个管理下，说3个学生挖地道挖到办公室，然后鼓励你们再挖出去，这是不可想象的。他希望我们知道一些东西，但又还得给我们喷药，就是他的行为很矛盾。后面这个可能就是跟何有关系。我在那儿从那个密码箱里面开出来了日历，3月7号标了。3月7号他写的是晚上给校长汇报工作，他是每个月的7号晚上给校长汇报工作。这个校长很神秘。但是3月20号他写的这个是，他居然自己跑回来了，幸好礼堂被锁，他出不去，被我及时发现，敲晕关起来了，销毁了他的名牌。学校里就绝不会再出现这个人了，我可以从长计议。我3月20号就被关在那儿了。对，还有3月25说这么拷打还是什么都不说，看来是真失忆了。我得再想想别的办法。你跑回来了，你在礼堂，但是那个礼堂被锁了，你没有办法出去。就是我跟头的路线，因为8点40我破门而出之后，我在那山坡里面跑，他就追我。追我的过程当中，我掉到一个洞里。完了之后呢，他也跟着我一起掉到洞里了。然后我们就在这洞里爬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前面的出口在地道的那一侧被封死了，好不容易打开，发现我出现在了礼堂。你挖到的那个口就是真的那个封的口，不是吧？不是，真的口是在他办公室嘛，等于礼堂还有一个口，啊，这个口是通外面的山坡的，完全另外一条线。对嘛，就是好几届的人一直有小团体在挖坑，这地底下都跟地铁似的。我们这是3号线。那个你回来了是什么意思？3月20的话，何主任还是正常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他是4月5号才自杀的。那他是一个毕业的生哦，因为每天晚上要查寝，所以如果有在校生突然失踪了的话，肯定是知道的。哦。然后4月份呢，就是这个月的，今天是10号嘛。他说4月10号上午把他敲晕后转移，避免晚上被发现。我等于一直都被关在礼堂，然后呢，因为今天有事情要发生，玩游戏，所以他必须把我转移。他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晚上会玩游戏？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肯定有人。哎。我们今天晚上邀请我们玩游戏那个人是跟甄主任关系最好的那个。对，就是他邀请我们。你跟甄到底是好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真让你来邀请我们玩这游戏？哎，还有一个线索，是那个，因为我们那次挖地道挖到他那之后，他当时也是没有。就是骂我们，然后他还说他能理解我们这么做，因为他之前在护卫队待过。我那儿听完就想着，哇，他到护卫队待过，那他可能跟我哥哥有什么交集，或者他知道什么事儿。所以我经常找他聊天，然后他也一直在鼓励我。然后他那天呢，他就把那个护卫队的勋章给了我，然后他跟我说，你跟你哥哥相比呢，差的就是一点勇气跟一点冒险精神。然后我当时听完之后就觉得说，那我一定要更加的努力，而且要做一些我以前不敢做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实力再去增长一点，快点从 A 班毕业到护卫队，见到我哥哥。我哥哥是去年9月10号毕业的嘛，然后在他走后的5天，学校就把那个礼堂给封了。然后封完之后，说有学生在里面进行一个什么学校禁止的游戏，学校里就开始流传了这个Big蛋游戏的传说，只要完成这个游戏就能召唤出那个异怪。我想要真正的对抗一次异怪，可能让我的实力能够突飞猛进。我就一直在收集这个关于游戏的一些玩法，关于游戏的信息。我当时想到这个游戏之后，因为真很理解我们，然后我就跟真说了，没有想到他就是很痛快的就觉得说这个计划非常好。
今天礼堂的门为什么会开啊？今天的礼堂是我打开的，因为我跟甄主任说了。你不问不知道，做了挺多事儿的。他的这个游戏其实是这样的，每个月的10号要召集5个人，从9点钟开始，每一个人相隔20分钟，我们从体育馆出发进入这个礼堂，然后进入的第一个人呢，他是进到礼堂直走30步，走到礼堂的中间，接下来的4个人是分别按照顺序东南西北。我换一下。好。这个是礼堂的门口，然后这个是东南方，第一个人是中间，然后第2个人是东南，对，没错，北西，哦，对，这个对。所以第一个人就是张，因为我发现你的时候你在中间蹲着，对。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第2个是魏，第3个人是大，对，4是我。最后一个是欧，然后就是从9点每个20分钟进去就能完成这个仪式，召唤出那个异怪。还有一点是他的进去的顺序，就是谁是1谁是2，必须要是一个天定的顺序。所以说这个4月7号的晚上，我们是去那个体育馆，然后用那个抓阄的方式，然后来定了谁是第1个，谁是第2个。这就是动不了手脚嘛？你的意思是？对。但是这个时间给的还挺久的，就是在3年前大家就知道自己谁是几号了。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就是这个游戏的规则中间找空隙去做这个不在场证明。因为这个时间规定的很严格，我就想到了说，我去跟甄要了那个体育馆的卡，所以我拿了5张门禁卡。而且那个门禁卡还有一个特别严格的时间限制，就是说这个门禁卡是什么9点钟的，那只能9点钟刷这个门禁卡出门。对，他这个体育馆开门记录是可以佐证哈。刷卡区啊，好，懂了。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们从体育馆出发去这个礼堂是需要5分钟的路程的。还有一个错位，最后欧到应该是10点25，然后那个你那规则漏说了一个点，就是他那个邀请我们的时候啊，除了我是走30步到中间，你有跟我们说其他人要贴墙走，所有人想贴墙走嘛，就有一问题，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把我弄得特别自由。如果一旦贴墙的话，我进来，因为有30米的距离，其实黑着灯大家都不太好确定谁来没来嘛。接下来也就是说，4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时间准不准？3是知道的，他得这么贴，得经过3啊。然后5是什么时候进来的？2是得知道啊。所以这几个人应该是能互相佐证，说进来的时间就是相对4跟5干净一点。对，而且3跟2知道那个时间确实有人从旁边过了。我有摸到一个人，我也有，然后猜我是那个应该是哲，他是因为他要从我这儿去西角，那就是我。对，我摸到。中间有几个问题，首先这个鸢尾花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得而知。还有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咱们就是外边回来的，他为什么要一直拷打他，想得到？就是他不知道他怎么居然能跑回来，他想从他嘴里听到什么，他又失忆了，又听不到。来，大老师，到你了。我搜的是我们何侦探还有空间。何主任那个就是死去活来的，这个是非常的诡异的啊，太荒唐了。而且刚才在听你们说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可以出去打这个叫什么异怪的时候，他可以用特别大的力量，你可以就是不怕疼，你是那个可以把它举起来。我就是意念说这怪物在这儿，说哎他是要打我呀。那你是读心术啊，你可以知道异怪接下来想杀谁。啊？他看其中这几个人，只有一个人背身儿，他肯定打那背身儿的呀，就是。
背对着那个役怪，说他是不是要打我呀？役怪说你想的没有错，然后给我摁死了。然后我去了那儿呢，首先我看到了一朵花啊，哟，这么一个花，上面写的是甄老师生日快乐，啊，就是说是您送的，对不对？啊，是我送的。你看他俩的关系，因为我跟甄主任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关系，然后我送他了一个这个紫色的鸢尾花，它的这个花语的意思就是说崇高的自由。你看，我是觉得就是甄主任他是给了我这个念头的，他有在鼓励我。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这样一个笔记，点，看不清楚是他的感觉是，啊，但是通过这个他呢，咱们就知道了他的这个咱们魏先生的真正的才能。打小报告，哎，你看看他打的，他这个才能，我跟你说，不管是到哪儿，那什么累都怕这个，都怕这个。怎么那么好这个呀都？应该是他，因为就是说，爱19年4月4号，他说何主任呀，最近在同学中兴起了一股逃出学园打役怪的风潮，甚至有人还想在校内召唤役怪。我发现背后的始作俑者是甄主任，他煽动学生破坏校规，希望您能尽快制止。为什么证明了是他有这个功能呢？是因为他下一个条上写了他自个儿的名字，说何主任今晚深夜围墙边有行动，在I18年12月1号死状。这是19年，这是18年的，他从18年就是反正就是一直在跟你。你确定是我写的吗？反正这写了有你。12月1号的这个是我写的，那后边这个呢？不是你写的吗？笔记一样吗？一样，是不是一样？来，您看一眼，是不是一样？哦，这样子看的话，字是一样，是不是一样？孩子打小报告的人就是这种。我看，你自个儿你肯定不承认，你这种。要不得你蹲班呢？你看，你看看，这种人离得远点。这哪里一样啊？哪里不一样嘛？我这字写的多好啊！好啊，还自个儿夸自个儿呢。你看，咱们让侦探看看吧。你看，你看何主任这仨字写的差不多。B 班的也就这水平了，是不是？何主任差不多？不一样，不一样吗？不一样。我是行得端，坐得正。你看爱就能看出来，这个爱它没有断笔，这个是断笔，哦，对吧？好不好？就这意思吧。那就是说还有一个打小报告的，加入我们吧。看看，你看看，我跟你说，4月4号这个打小报告的比较重要，它造成了何的死亡。啊？就是他4月4号告诉了何才会去跟甄说，你让学生们去做一些事是送死。哦。然后甄觉得何会扰乱他的计划，才把何推下去了。4月4是谁？4月的话，有可能是大，因为他是在4月的时候得知了真相。你有病吧你？他3月底把那些饼干给我吃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哎，真就是说，我在这儿一直说别人打小报告，然后自个儿结果说我自个儿啊，我反正你是3月底把饼干给我吃的，我读出来了，你缺心眼儿，你知道吗？就是19年的4月4没有人认，18年他认了。我觉得不可能是哲，因为哲是跟甄一条线的，他不会跑去跟何打招呼。对。我为什么一直在说死状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在打小报告的同时，其实何也在调查死状，因为那个他有一个未死状嘛，他从这个I17年就开始每个月在给他评分儿，这个分儿是很奇怪的。哎，死状你能看明白这个分儿吗？写的是你给你写的评语，我来看一下，每个月都不是一个数字，上下这个分儿，哦。19年3月、4月突然提高了很多。我1800到最后，哦哟，
我要成了。对对对，您看，最后一句写了，难道胃也逃不过？哎，是这样的，因为何好言一直在鼓励他。我觉得如果是好的分数的话，他不会说难道胃也逃不过。逃不过什么？逃不过的。所以这个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我不知道啊。它是一个指数，但是不知道这个指数是什么意思。但也有可能这个指数就是分儿，就是这个异能的分儿。有一种可能性是，何好言想要胃一直待在D班，他是反着来，他为了保护你，他不想你往上升，他是不希望你到 A 班，更不希望你毕业，因为现在我们大概率可以估算，毕了业的人不见得是有好的去向的，对吧？那肯定是，因为你说那些人毕业，你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我先去了厕所，首先洗手台边上面有一条用蓝色记号笔写的 “Big 胆游戏召唤异怪在线摇人，有意者4月7日晚8点礼堂外见”，是我写的。所以这一波组织相当于就是先4月7号8点碰个头在礼堂。对。然后大跟张是我就是私下去说服他们，然后他们来参加的，因为我们3个是很好的朋友，虽然他们把那些烂饼干给我吃，但是欧和魏是他们俩看到这个东西之后，然后来找我的。然后在厕所墙上留有这样一条信息：在D班留级是好事，那是离开的唯一办法。这是毕业是谎言啊！这个好可怕。对，我看到过。然后我又结合了何好言，他说你不能让同学们出去，太危险了，出去就送死。所以我才在我的床板上面写了什么谎言啊，什么。最后一条是在洗手台台面上刻的是真该死。真该死！我这边就没有其他的信息了。好，我去了现场。所谓现场，其实就是真的宿舍。它这里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里面涉及到的地方呢，有教职工大楼、礼堂，还有宿舍大楼。重要的是围墙外都有电网，就你不能从别的地方去进出。然后呢，他在礼堂这个门这儿画了一个圈儿，特别标明有学生报告，当晚目击了那群学生最后出现的地点就是礼堂，让他们几个试试，说不定能找到。他要找到什么？就是以前有人做过这件事情，有人出去过，就所谓礼堂的传说。因为学校给我们的说法是说有人召唤异怪出了事故，是吧？有学生死了，从礼堂疯了。但实际上也许是挖了条地道。再就是他房间里这盒，哇，给大家喷的有10瓶这个小毒药，喷饼干的有4瓶已经用完了。剩下6瓶，其中有几瓶还是满的，有一瓶好像稍微轻一点，就是他正在使用的这瓶毒药是在他的房间的。然后他的房间里面有他办公室和他这个起居室的钥匙都在房间里面，没有被拿走。因为最后我和我们进去是踹的门，也就是说凶手只有1次机会。是从里面出来，他就再进不去了。如果他没有钥匙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真给他开的门。下面呢，欧可以稍微捂一下眼睛啊，因为我拍了他那个伤口的特写。这个伤呢，有一点点掰断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感觉，我觉得啊，被撕开的那种吗？有可能啊，因为看起来不像是刀切的，它没有那么的整齐。铁臂嘛，是吧？哇！房间里。接下来，我和小普在
真的家门口的花丛里面找到了大量的作案工具。第一个，格纹手套，非常的厚，还有一个强力弹。强力弹类似干冰，它可以让人的身体一动变脆。哎，就那个特别快，瞬间就冻僵了液氮，然后一砸或者一掰就碎了。对，一掰。但你觉得单纯的急冻不会致死吗？就是说，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而不是直接给他冻死？是因为他其实有一点点想把他引导成像是异怪，因为说他撕裂人的身体嘛，被异怪给撕了哦，就好像引证我们所有人都在，而且我们做了一个仪式呼唤异怪，最后真死了，完美的一个计划，模仿成异怪杀人。重点出现了，人麻了。全身麻醉5个小时，请注意，他是失血过多而死的，他必须得长时间的流血，他总得化了之后才能流血。但是我们在现场是看到一大滩血的，就说明他解冻其实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真很有可能早就已经死掉了。也就是说，原本我们认为20点45分，欧作证，他有看到真来查寝。我是8点45看到主任来查寝的。这个时候出现的人很有可能是带着真的身份牌的假冒者。而且他来查寝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没有说话，他就看了一眼就走了，所以还是有可能不是他了，对吧？那就只有可能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真其实是凶手。那可是我们都互相佐证啊。就是比如他俩是室友，那是不是就没办法他俩其中之一去假扮？你们确定就是当时来查寝的时候对方在吗？我跟魏是一直在房间看书的。确定？我俩也确定。这样排就变成只能是欧了。除了欧，只有欧是自己。直接锁可还行？那我们就直接锁。不对啊。对，回归的礼物。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儿躺的人并不是你们其中一个人，而是又是另外一个人挂了个牌。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互证的那个人其实不是？对。但是这个脑洞啊，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我们俩互证，我以为是张和大，但其实是可以随意组合的。也许是我和陈呢，我只是以为他是大，就是也许我们2个男寝中间交叉过人，但是对于查寝的那个人来说，并不能解决对那个问题，很难，他必须中间有人走过。下面呢就是时间线来了。今天的时间线有个非常重点的时间划分点呢，是22点。22点之前，因为鸢尾花这个花语的原因，所有的足迹都会不见，所以10点之后出现的足迹将会成为一个时间线的佐证。当然，这也是凶手做不在场证明最好的一个方式。首先，这是真家门口的唯一的一串回家的脚印，是真自己的。请注意，这个是10点以后他回的家。接下来是去礼堂，有2串足迹，这是学生的脚印。我去了你们每个人的宿舍啊，大家都换好了雨靴，放到宿舍，穿着舒服一点鞋子来搜的证。因为10点之后分别有2个人抵达了礼堂，是10点05分的哲和10点25分的欧，而根据墙边的2个人大和魏的体感，哲跟欧是准时准点的贴着你们走过去，有这个信息点。我有，我能感觉到的是在10点05的时候，那就是我，好像也能够印证他们是在这个时间后进去的。我觉得这个足迹反而可以相信。下面是这样的啊，这是他的办公室，这是他的宿舍，这是礼堂，然后这个位置是这片花瓣雪地，就是这里是有一串脚印。
这里有2串，因为针10点之前很有可能就已经死掉了，所以呢，我现在觉得这个脚印大概率是假的。凶手想让我们觉得他死在10点以后，所以呢，凶手他必须要想办法在10点之后做一串假脚印。刚才我们如果推8点45那个查寝的，如果你推查寝的话，欧是就直接锁的。但是欧他20才出的门，加上又被人佐证摸过身体，到最后我10点半从这钻出来，他已经在这了，他只有5分钟的时间。但是从礼堂到宿舍去做假脚印，往返要6分钟的时间。所以呢，请问10点之后留下这一串假的脚印，他怎么做到的？除非就是2个人一起作案。如果双凶的话，组合的可能性就大多了。那就精彩了。单凶走不通了吗？单凶也没有走不通，因为我觉得单凶其实有效时间线就是10点以后。如果单凶的话，你就排欧，是吧？怎么就确定他是在那之前就把人杀死了呢？首先第一点，我没有确定，只是我觉得这个脚印是假的，对吧？从你们的动线上来讲，时间都很短。那我和普就试着投一票吧。难了，加油！如果是单凶，那就是9点之后杀的，对吧？9点之后，就只能9点之后去给他迷了、动了。单看第一轮的嫌疑，最大的是张吧。其实最关键的是 ID 这个事情的。你为什么觉得张知道呢？因为他是所有人唯一一个被叫错名字的人，所以他是唯一一个知道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对人的样貌的认知可能是出现一点偏差的。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时间那么充分。对。我们需要盘双凶的可能性吗？目前这种情况的话，是真的有可能，因为现在我们卡死在一个地方啊。如果不是双凶的话，欧就没有时间去做假脚印了。这是欧加谁的组合？走，阿姨。希望能够对吧？我们都是埃及元之后的人，之前是什么呢？那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如果我们这个仪式成立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发生呢？天物联盟是真的啊！所有的毕业生都一起处理啦！这个世界全部颠了，毕业等于就是死了，是吗？这，学校传说是真的。他说我投了出去，我对他产生了一点怀疑，这才是一点怀疑吗？凶手怎么做的假脚印呢？必须得有一个10点之前出发的人。等于他要在10点05分之前，他要完成。不行，没有重复踩踏的痕迹，他出都出不去了，这不就是双凶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从头到尾就是真和凶手商量好的这个计划？来了，鸢尾花计划组织相关情报，护卫队都是他编的，真想让我们这批人给他探探路，找到时空裂缝，那儿，哇，就是这儿。我们是真的看到了异怪，真和一个异怪交流。原来我们不是唯一幸存的人类，异怪不是他们，异怪是校长。天哪！这个学校到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那要请他出山了。我们不会在这闹傻气吧？他耳一看一眼，看一眼。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
的国，借来的沙，手暗藏穿梭，嫌疑人活，无辜者在面具之下对错善恶，随时调换角色。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秀、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Mr. X、乌有岛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